听说那小子在外头蹬上3轮了。昨儿我在外头站了站，那风吹得我呀，都快成树叶子了，也没瞧见他。我三哥蹬3轮去了？这怎么可能啊？咱家这位爷呀，死要面子活受罪，大事干不了，小事不爱干的主。他要是真能挣这份钱，我都算他长出息了。他现在想玩3轮啊，也玩不了了。顺子给我打电话说人家车主回来了，我们这位爷又甩手不干。啊？那志斌可怎么办呢？要不凤儿，别跟他斗气了，啊，去说2句软话，把他弄回来得了。妈，我原本是想跟他说2句软话，把他弄回来。后来我想明白了。你明白什么了？他就是被我惯的，所以我这次啊，我得坚持原则。你一个妇道，怎么还跟自己的男人讲上原则了？志斌连3轮车都蹬不上了，肯定混得跟叫花子似的。都这时候了，你还忍心跟你男人斗气？我没跟他斗气。我是妇道，我也知道在这个家我是外星人，可我不低他一头啊。这事儿就是他错了，我没错。我回饭馆去了。要不静儿，这事儿不能老这么僵着呀。你去一趟啊，把你3哥弄回来得了。妈，要我说呀，我三嫂要之前就这么坚持原则，我三哥也不会有今天。这事儿听我的，谁也甭去找。你的意思是，穷途末路撞了南墙，他才能活明白？您说呢？就那么着，甭搭理他。志存，我们找个好馆子，好好庆祝一下午。行，随你。真要离开中国？跟你说实话，是半真半假。什么意思啊？你和大哥不是让我出绝招吗？欲擒故纵，假装离开中国，逼我妹妹表态，啊？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？人永远不会珍惜身边的人，只有在当离开的时候，他们才会发现这个人的珍贵。说的有道理。那怎么是半真半假？去巴黎这个事儿是真的，总部已经就好几回在催我了。我就在想，如果专静接受我的话，那我这份工作我都不要了。但是我要这么做的话，然后专静不接受我，那我只能离开了。你跟我妹说了吗？她什么反应？她恭喜我了。意料之中。哎，大卫啊，临了，你还是没能融化得了我妹妹这座冰山，那你只能点儿了。作为一个男人，我真的很失败了。说什么也晚了，大卫，你也该走了。我也说点实话，
你这个虽然有时候犯鸡贼，但大体上还是不错的样客。我把房子租给你，认你当兄弟，我不后悔。哎，三哥，你要这么想啊，那你能不能帮帮我呢？还帮你？你还不死心呢？你说你让我妹妹撅了多少次了啊？你能不能有点骨气？男人在女人面前不需要耍骨气和要面子啊。你不是跟富儿嫂子那边耍骨气要面子吗？结果你回不了家了呀。你跟我比什么呀？谁告诉你的？文姬说的吧？算了吧，反正你帮我也没有用，我都已经把转金给骂了。你把我妹骂了？骂怎么了？我说她是母蜥，母蜗牛。你胆也忒肥了吧？还骂我妹妹？还母蜥？我挺有创意，那你更歇菜了。我真的很后悔了。哎，大卫啊！我知道你啊不打算离开我们北京城，这心里头的别扭，酒呢悠着点喝啊。我今儿不想悠着点儿。给爷爷奶奶买的这些够吗？哎呀，什么够不够？要我说都不用买，不用这么客气。这是北京人的老理儿，你要让我空手吃白食，我不好意思。还老理儿，知道还挺多。我爷爷奶奶可好了，到时候见了你就知道了。行。喂，倩儿，我，斌子。小伙子长得真俊呢。老头子，你这字眼儿过时了，现在呀叫颜值高，小鲜肉。爷爷奶奶过奖了。啥小鲜肉啊，爷爷，说的太难听了。不是小鲜肉，不是夸人长得好看的意思吗？俗。俗，我俗成了吗？爷爷，今儿您可得做几道好菜啊！向东平常没少帮我忙，您得好好犒劳犒劳他。哎呀，不用，没问题，一定是高规格接待。你爷爷可是准备把压箱底儿的手艺都拿出来。今儿晚上的主菜，就是当年你爷爷做给外国总统吃的那道菜——百鸟朝凤。这样，你这家伙事儿还挺齐全的。得了，就是他了，我租了。真打算干早点啊？谁说我要干早点了？你干什么呀？这干早点啊，半夜就得起床啊。我呀，还是睡，起不来。再说我也干不过姚记呀。实话跟你说吧，我呀，准备干宵夜。宵夜，烤串儿。怎么在你脑子里边，北京人吃宵夜就只能烤串啊？烟熏火燎的，也不环保，还没技术含量，不干那个。那你到底干什么呀？天机不可泄露。哎，倩儿，你呀，帮我找一张行军床，打今儿起我就住这儿了。看出来了，您这是打算在沙家浜扎下来了啊？还有啊，倩儿，三哥最近手里边不大富裕。
我1月1结行吗？等我挣钱了，按季度付、按年付都行。不行，瞧不起谁呢？现在人都怎么了？动不动钱的，回头把心里这点热乎气儿全都走没了。我小时候，我认为说一挨欺负，你帮着打架，那架白打了。哎，真是的，小子够意思。那你三哥也不能不讲究啊，是吧？月底给你，啊，行，赶紧找房去吧，被子、褥子、枕头都要新，少点啊。三哥，好好的，回头我再遇上劫道了，还找你，啊，得嘞，谢谢俩哥们儿。松鼠桂鱼、蚕丝大虾、酥造肉、芙蓉虾球。杨哥，今天晚上菜都备齐了吗？这不是都备齐了吗？就等着下锅了。哎，今天晚上我请个假，那麻烦您帮我盯一下行吗？有事儿啊？今天晚上呀，小小的好朋友向东要到家里来吃饭，老爷子亲自做那道百鸟朝凤，我得回去看看。这可是老爷子的绝活啊！想当年老爷子就凭这道菜，在招待外国总统的宴会上一鸣惊人呢。是呀，所以我回家打个下手，偷着学一学。是得好好学学。我还告诉你啊，这道菜用料简单，制作工艺倍儿复杂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我赶紧走，不然来不及了。麻利颠吧你。那辛苦啦，辛苦大家啊！没事，大姐。爸，您看这鸡怎么样？这个眼珠子还挺活泛，这羽毛色泽啊油润鲜亮。没鸡食，脯子也不硬，这鸡还行。您让我准备一只嫩母鸡，但我不知道这鸡嫩不嫩。啊，凤儿啊，看鸡的老嫩呢，得看鸡脚。这个鸡脚呢，脚掌皮薄，这脚尖磨损少，脚腕子上这骨头短，这就是嫩鸡。行，这鸡还行，那个凑合用。行。哎，麻利的啊。哎。太低了，跟坐地上了。这视野不好，你是视线光看人后车屁股了。你这，哎呀，你能坐俩人，这么贵的车一点也不实用，咱换个大的吧。行啊，听你的，明儿我就把它卖了。嘿，换个吉普怎么样？吉普好，哎，那坐得高高的，视野开阔，哎，敞亮。好。哎，对，小小跟我说，你订那福楼是咱北京最贵的西餐厅。哎，你说咱这么大岁数，不要那么奢嘛。哎，今天可是咱俩复婚的大喜日子，哼，可不得浪漫浪漫吗？你知道吗？那家餐厅啊，味道可好了，正宗的法式大餐。可说呢，那么好吃的地方，我说把向东、小小叫上，咱一家4口。哎，那吃饭多热闹！哎，你还非得搞什么2人世界？哎呦，这行成，是不是还得点蜡烛？讨厌！嫩鸡1只，鸽子蛋10只，菜心10颗，熟火腿加绍兴酒各50克，这是蟹黄加上猪油各100克，水发香菇加上鸭胗是各5个，糖和盐各10克，姜3片，葱半根，淀粉15克，然后胡椒少许，爸都齐了。好。
你这么清静啊？向东呢？向东，这不是让你们家小小领回去吃饭去了吗？这事你不知道啊？这我哪知道？也是，我估摸着你现在都不是庄稼的人了，他们都不会告诉你的。你每天不挤的人，是不是犯困？我挤得你干嘛呀？那我是为你好，你就是不听。收着。几个意思啊？孙子，这阵子你挺照顾我的，我也不能在你这儿白吃白喝白住。钱不多，是个意思。等我以后挣了钱，给你补上。斌子，滚蛋！你少他妈拿我打岔！我告诉你，钱你要不收起来，我跟你急。急不急的，你也得把钱收起来。我还要脸呢。我明白了，这钱是你这些日子每天一个汗珠摔地上掉八瓣，蹬3轮挣来的，是吧？这钱硬气，哥们儿收了。这就对了。从今往后啊，我庄志斌就得凭着自己的力气挣这种硬气的钱。想好了，干点啥呀？都想好了。今天就是跟你来告个别。有地儿住了？当然有。哪儿啊？过2天告诉你。得，我今儿陪你喝一个。这么隆重，不会是你的告别宴吧？没有。离我走还有点时间，算不上我的告别宴吧。我今天请你吃饭，主要的是想跟你谈谈心。大卫，那天你说你要走，我心里也挺难过的。只是感情的事儿不能强求，你知道。转静，哎，你什么都不用说了。其实我今天请你吃饭，主要的原因是想跟你道歉。那天我不应该说那些话。你不接受我，有你的理由。虽然什么理由我也不知道，也无法理解。那就像你说的，感情不能强求的。我尊重你的选择。谢谢你啊！你不放我整天缠着你，我已经烧高香了。怎么会烦你呢？其实说心里话，戴维，你真的是一个有思想、健康、阳光、心地又善良的男人。你自己不也说吗？你周围的女人都挺喜欢你的吗？其实我对你也挺有好感的。就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是没法向你敞开心扉，接受你这份情感。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。庄静，你之所以内心纠结，我并不怪你，是我自己还不够努力。我的热情还没能够融化你那颗冰冷的心。我知道你已经不是花季少女了，像你这年龄的，尤其是经历过感情挫折的女人，对
对待感情方面会有很多的顾虑，很难展开自己的心扉去拥抱爱情。你还真是什么都明白。说白了吧，你这么多年自己独立生活，你就已经过度了。既然你跟另外一个男人一起生活，你会有诸多的不习惯，你会恐惧，因为恐惧你才拒绝，生怕再次受到了伤害。可你想我没有？你能这样过一辈子吗？我不希望像你这么娇艳的花朵，在孤独中枯萎。专精，我今天还有一件事要跟你说。你说吧。我虽然要走了，但是我一定会在中国，在北京这仅有的日子里，继续追求你。我不会轻易放弃的。都有啦。向东啊，欢迎你到家里来做客，以后要常到家里来玩啊。好，奶奶，以后我一定常来。动筷子吧，菜凉了就不好吃了。来，边吃边聊。向东啊，这道百鸟朝凤是爷爷特地为你做的，你赶紧尝尝。啊，尝一个。好吃吗？这道百鸟朝凤是爷爷的看家菜，很多年不做了。今天因为向东来，我们都沾了向东的光才能吃到，能不好吃吗？我也尝尝。爷爷，您这菜做的太好吃了，绝了！爷爷，这道菜到底怎么做的呀？您得教我。哎呀，你太小，等你长大了啊，你再学。再说了，你妈已经学会了，让你妈教你。爸，我只学了一个流程，到最后要怎么做还得您指点。这还不好说嘛，啊，反正啊，这道菜啊已经传给你了，到时候你把料备齐了，我在旁边给你把着，你自己动手做，齐活。谢谢爸。爷爷，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您一下。为什么同一道菜，味道可以有这么大的差异呢？你吃过这道菜啊？是我吃过。这不可能啊！我三婶都说了，这是我爷爷独门绝技，好多年没做了，你怎么可能啊？我真的吃过，而且是同一道菜。因为不仅菜式一样，而且每个鸽子蛋的摆放都一模一样，只是在味道上有些许差异而已。有什么差异啊？我吃的那道百鸟朝凤，味道偏甜偏腻，而爷爷做的这道更加清甜可口一些。向东，你什么时候吃过这道菜？在我来北京之前。谁给你做的？我爷爷。
你爷爷也是厨师？啊，对，我都忘跟你们说了，他爸爸他爷爷都是厨师，而且他们家在香港开了一个特别大的酒楼，好多家呢，这么厉害啊！吃吧啊，要不就真凉了。吃吧。哎，你让向东尝尝这个。哎，你尝尝这个，最爱吃的吧。老爷子，你说会是他吗？我这道百鸟朝凤啊，现在很多馆子都在做，但是用酒盅和鸽子蛋摆成鸟，这是我的独门绝技。火候手法缺一不可，稍不留神，这鸽子蛋就成不了形。这道菜呀，费时费工，不是高手啊，就做不出来。向东这小子说，连摆放的方式都一模一样，我想不出来，不是那个人，还能是谁呢？虽说这道菜是你们家祖传，可是当初你做出这道菜以后，它就不是什么秘密了，好多厨师都在学。保不齐有那行家就能做出来。你可别忘了，向东他姓向。是啊，怎么这么巧啊？而且也是厨师。最重要的，是我那个师哥呀，他做菜啊爱用糖，口偏甜偏腻，跟向东说他爷爷做菜那个口味是一模一样。什么都甭说了，这么多年，我终于知道，你跑去了香港。向辉，我的好师哥，你终于露面了。小小，我觉得你爷爷今天好像不太开心。是啊，我还挺纳闷呢。刚开始还挺兴高采烈，怎么突然间就有点不高兴了？是不是我说错什么话了呀？你不就说一什么吃过百鸟朝凤吗？这不挺正常的吗？我觉得怪怪的。嗨，你也别多想，我爷爷就那样，脾气可古怪了，一阵儿一阵儿的。你别往心里去啊。爷爷，你说您怎么回事啊？突然就不高兴了？你爷爷怎么不高兴了？你别瞎想。奶奶，您没看见呀？我爷爷那脸突然就耷拉下来了，就跟谁欠他300万似的。就纳闷了，人向东怎么招着您了？小小啊，爷爷问问你啊，你跟这向东怎么认识的？就在顺子哥那酒吧认识的呀。他跟那儿唱歌，我老去玩，这么一来二去就熟了。你了解他吗？了解呀。啊，他爷爷早年间啊去香港那儿，刚开始跟那儿当厨师，后来啊开了一个自个儿的酒楼。然后向东他父母是那个东北知青，对，向东是在东北出生的。啊，然后后来呢，他爸妈呀就带着向东从这个东北也去香港了，就找他爷一块打拼呗，就开酒楼。那人家他们家现在也是那香港的餐饮集团的
大老板呢。但是向东是喜欢唱歌，不喜欢餐饮，所以他一人啊，又从那香港到北京当北漂，就跟那个顺子哥那酒吧唱歌，白天呢就弄什么音乐创作什么的。你知道向东的爷爷叫什么吗？奶奶，这我哪知道？我没问过。就这些。好。哎，对了，这我差点忘了，爷爷，就是顺子哥那酒吧的房子，其实是向东他爷爷的房子。合着向东是顺子哥的房东，这顺子哥呀还得给他交房租呢。哎，但如果向东他爷爷是跟什刹海长大的话，还是厨师，那肯定跟您认识啊。当然认识，不光认识，还特熟。是吗？小小啊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以后你离这个向东，给我远远的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就因为他姓向，就因为他是向辉的孙子，我绝不允许你跟他有任何来往。今天是咱们俩大喜的日子，也是我最幸福的日子。来，来一杯交杯酒。行。怎么了？谁呀？哎呦！赶紧开门去，敲门就重要，还挺急。哎，来了！谁敢这么敲门？谁呀？哦，小小，哟，这是怎么了？大晚上的跑妈这儿来了，这还哭丧着脸，怎么了？我爷爷也太不讲理了吧！啊，你爷爷？老头子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我怎么了？你不能因为咱们老一辈人的恩怨，就把孩子们也牵扯进来呀。是我牵扯的吗？你不是也听见了吗？向辉，可是香港餐饮集团的大老板啊，还开着好几家大酒楼，厉害呀！我一点都不奇怪。要说你这师哥，年轻时候就心高气傲，一门心思想干大事。失踪那么些年，感情是偷渡跑到香港去了。可我再问你，这向东放着大富豪的日子不过，跑到咱们北京来干嘛呀？小小不是说了吗？向东喜欢音乐，所以才不顾父母反对，离开香港，只身跑到北京来发展，追求他的梦想啊！这你也信呐？现在年轻人多现实啊，谁会放着锦衣玉食、大少爷的日子不过，跑到北京来做北漂歌手？再说了，他向东一表人才，哎，他为什么要跟咱们家小小走这么近？那你的意思，难道是？没难道，就是这么回事儿。向辉这老家伙呀，这么多年了，贼心不死，还惦记咱家那菜谱呢，所以才派他孙子跑到北京，有意识地接近小小，试图混进咱们庄家，趁机下手。老头子，你谍战剧看多了吧？这么离谱的故事情节你都编得出来，你没事吧？谁编了？我告诉你，老婆子，你们就是太单纯了，这一辈子整个一白活。向辉那点小伎俩，骗得了别人，骗得了我吗？切！
要说你这师哥当年为了咱们家的菜谱，真是无所不用其极。按他的人性，这事儿他能做得出来。可是向东会跟他爷爷一样吗？我怎么就不信呢？向辉的孙子也好不到哪儿去。可我就不明白，如果向东是照你说的接近小小是为了浑水摸鱼，那他干嘛自己明说他吃过这道百鸟朝凤？这不是暴露自己吗？是岔开的风，带着那么独有的书卷气，飘飘洒洒着流水，把交错的胡同挥洒的没了俗气。是岔开的夜，有着那么热情的烟火气，红红火火的吆喝，京城的金龟衔接上了地气。是岔海的冬，总有那么欢喜的剧情，兴高采烈的北风，让什刹海的冰面充满了孩子气。天地越来越觉得你简直就是传奇。是岔海，是岔海，我庆幸生长在这里，一人一出戏，努力做好自己，才不会辜负你。